些规矩啊！将士强，将士强，将士强，收拢回话。报告营长，我军发起反攻，现已夺回部分阵地。好，全体到。梁副军长下达指令，要我们拿出真正实力，认真打。所以，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彻底消灭红军，让他们见识见识咱们2营的真正实力，也让这帮学员兵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战场。是。左江，到。你这一出是蓄谋已久，还是临时起意搞的？打得不错。不行啊！蓝军搞偷袭，一点准备都没有，顶不住了！怎么会？尽量挺。好，干得漂亮！报告营长，我军已彻底夺回阵地，红军目前战损严重，已经没有还手之力了。红军指挥车锁定了没有？我们侦察员正在锁定他的目标，一旦确定坐标，就可以立刻结束战斗。好，把坐标马上发给1连。是。准备实施电子干扰。是。步兵学院的学员兵怎么样了？他们还真行，打得有章有法的。是吗？雷达搜索结果如何？正在搜索。毕竟，马上都是军官了，不能小瞧了他们。不过啊，他们撑不了多久了。这刘科长真不够意思，根本没分给他们重装备，都是碎型作战。现在被我们围在174高地，2排冲炮差不多了。锁定他们的位置，我要亲自给郭子元收尸。这么大气性，你跟他有仇啊？靠拢！我们现在只有15个人，没有重火力配置，所以要采取特种作战手段，实施斩首。队长，你说吧，怎么办？这个地方是蓝军指挥员的帐篷，第1、第2组负责清理周边岗哨，第3组负责爆破破坏其车辆和通讯设备，并吸引敌方火力，第4、第5组随我直接接地作战，一定要把蓝军指挥员逼出老巢。袁龙，到！你迅速占领制高点，伺机斩首。没问题。可他们要是一直躲在里面不出来，不会的，有我在，他肯定会露面。家伙带了吧？放心吧，都带着。啊，时间紧迫，出发！行动！
营长，是步兵学院的学员。这么久找不着他们，自己在那里面搜索郭子健的位置。是。营长。郭子健，带着几个学员别急，想斩首我江胜强是吧？太高看自己了吧？给你个机会，出来乖乖投降，我江胜强以人格保证，保你活到演习结束，怎么样？狙击手已清除。郭子健，你的狙击手已经被拔了，你已经没有底牌了，出来！谁说我的底牌没有了？蒋营长，你输了。还是希望惹下咱俩的手段啊！开枪！单挑，正好把之前的账算一算。行啊，那就陪你玩玩。都阵亡了，别打了！谁让你开枪的？江胜强，你脑子进水了吧？啊！这导演部有专门的通信通道，你不是第一天知道吧？那怎么可能会有人跑到你那儿去直接下命令呢？说话呀！他们说是梁副军长的意思，还说梁副军长对我们的军演安排很不满意，认为我们在表演，不是实战，所以让我关闭所有通信通道，
摒弃一切干扰，狠狠的打。2个学员兵就把你给蒙了，你可是咱们396旅的标兵啊！老姜，你这不是让步兵学院的人看笑话吗？他们开着导演部的车，带着导演部的标识。梁副军长也是真的刚到，演习中断了，由不得我不信。我怎么知道会有人假传军令？好了，别吵了。你还有理了是吧？好了。叫这干嘛？比个啊！这么说，这事儿真的是步兵学院教务参谋郭子健干的？对，就是他。索副旅长，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吧？咱们可是根据集团军首长的要求，这么费时费力才搞了这么一场联合演习，不就是为了让步兵学院的学员们能多体验一下实战感受吗？为此，我们还做了大量的功课，参考了这么多教学视频，就这么完备的计划，就因为他一个郭子健，全弄成了一锅烂粥。合着把我们当猴耍呢？郭子健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他还能是为什么？出风头呗。政委您看啊，先是让2营趁着1营不备，把1营打了个稀巴烂，然后他再带着学员兵跑去把江胜强斩首了。合着我们396旅的人全是傻子，就他一个人是英雄呗。当众打别人的脸，然后再踩着别人的脸往上爬。对，这就是他郭子健的性格。你以前就认识他？那就没跑了。他这是仗着我们处理不了他，使劲打擦边球啊！表面上看是为了学员，那实际上就是为了突出自己，回去再向学院邀功请赏呗。2位首长，这事儿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如果真是这么回事儿，那这个人的人品绝对是有问题的。过瘾吧？啊，首长，这不事儿赶事儿赶上了吗？什么样的事儿能让你赶着去绑架导条人员？啊，那不实在没辙了吗？再说了，这回您亲自出马，带队组织教学训练，这演习要就这么结束了，我们对上对下也没法交代呀。你少给我扯虎皮拉大旗。如果在院里啊，有些事儿含糊一下，我觉得还能过得去。可今天这种场合，又在人家的地盘上，你让我怎么收场啊？啊，要杀要剐，我一人承担。你说的轻巧，你承担，你一个营支参谋，全身剁干净，你才能有几两肉啊？你拿什么承担？首长，我没别的意思啊。怎么处理我都没意见，只要不连累您就行。胡扯！我陈光衍是那样的人吗？再说了，现在就是把你推出去辕门斩首，我能脱得了干系啊？嘿嘿，首长，咱们这任务不也圆满完成了吗？圆满个啥？你把人家396旅啊上上下下搅成一锅粥了。他们演习要不掺水，我至于吗？你有种！可是我要告诉你啊，这种事儿要想收得住场子，在人家396旅的地盘上，你就得把尾巴给我夹得紧紧的啊！挨批挨骂，全都给我干咽下去。不就是开我的批斗会吗？我认。这种态度可不像认怂的样子。那是我一个人左右了战场，促进了部队实战化训练。你自己应该明白，就你绑架梁参谋这件事儿，如果给你上纲上线的话，就能就地免了你的职。这啥年代了，还上纲上线？任何年代都应该讲究组织纪律。现在有点时间，好好准备一下吧。啊，说实话，今天下午这个总结啊，他们要听的、想听的，就是你的检讨。还真检讨啊？废话，我可警告你啊，不管从什么出发点，也必须注重事实，检讨必须深刻。怎么才算深刻啊？
你少跟我耍贫嘴。这个场合必须严肃认真，不仅参演部队的骨干都要参加，连集团军的梁副军长都要亲自参加的。你自己好好掂量掂量吧。好，我深刻准备去了。去吧。是。今天这个会开的真的是。郭子健，还是老样子，永远靠一些不入流的手段达到目的，一点没变。这么多年没见，还是这么输不起啊？难道你就不想真打？真打？郭子健，我倒是真的希望有机会跟你好好的较量一番。到时候，你一定会是我的手下败将。到时候，希望你能有这个资格。说开头咱们要是跟二营堂堂正正的打，咱们也未必输得这么惨。啊，跟咱们开始说按照套路来，背后捅咱们一刀，有这么干的吗？俺当兵这么多年了，就没丢过这么大的人。吴东升，你怎么也跟着发牢骚？我倒真觉得这样是挺好的，只有这样了，才能让你们真正的明白，战场上永远都是瞬息万变，什么情况都可能会发生。如果你们当时按照战术要求做好隐蔽，怎么可能会吃这么大亏呢？不是教头员，咱们都被人家玩得这么惨了，你咋还能保持这么好的平常心？那我问你，最后是不是咱们红军赢了？你有什么不好？可胜利是靠人家步兵学院打下来的，那有啥好啊？就是啊，那步兵学院的学员也是咱们红军的一部分吧？是，人家斩首成功了，那也是因为咱们牵制了蓝军的火力，影响了江上强的判断，所以功劳、荣誉是我们大家伙一起的。这样的荣誉，俺宁愿不要。吴东升，到。这就是你一个老兵应该有的态度吗？这就是你给大家伙做的榜样吗？教导员，俺都当了这么多年兵了，还能再打几仗啊？难道就不能让俺在战场上痛痛快快的拼上一回吗？吴东升，你不要激动嘛。揭秘，坐，揭秘。大员，今天这事儿内幕我知道了。啥事儿？快说。是学员分队队长叫郭子健搞的鬼。啥？他图什么呀？本来咱们就是内定的胜方，是他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连长，但是你想，按原来的方案是咱们赢，但这个荣誉呢是归咱396旅一营，不是他郭子健的。这回可好，他不仅玩了刘科长一把啊，码了咱们一营一道，就连索副旅长和整个导演部全成了他郭子健一个人出面挂号的牺牲品。高不高？高。高个啥？他这就是踩着咱们肩膀往上爬呢。第一次到一线，第一次参加演习，你居然被人家给俘虏了啊！首长，这也是我第一次听说，导演部的人也可以这样被利用。难道演习就可以毫无规则可言吗？哪能呢？破坏规则、违反纪律，部队一定会处分的。但是你啊，一片赤子之心，象牙塔里待久了，上这么一堂课对你来说，不是什么坏事。这样的课可坏了。这就好比是在足球场上殴打裁判，跟那样的性质差不多。哎，那你想想，如果在足球场上明目张胆的犯规，裁判视而不见，那么对于想踢一场高质量比赛的运动员来说，把裁判抓出来出气，有什么不对啊？老师，您一直教育我1是1，2是2，而且396旅的演习计划是他们自己拿的，我们只不过是辅助导条。您这么护着他，没道理吧？当然了，这叫情有可原，但是罪不可赦。我这么说，你满意了吧？基本满意。
但是气还没有全消。你放心吧，这口气我一定替你出了。陆军训词我就不背诵了，免得有人脸红。郭参谋，就事论事啊，没必要把陆军训词这么大的帽子甩出来压人。好，就当陆军训词是顶大帽子。那么请问，为什么不能把这顶帽子拿出来压一压那些不思进取的人？为什么不能拿出来旗帜鲜明地昭示我们应当进取的方向呢？郭子健，到，检讨就是检讨，好好说话。是。我承认，在这次演习中，我的行为的确出格了。我认真检讨，并接受组织上的任何处分。我的检讨是真诚的，但同时，我想在这里说几句心里话。我们学院选择将学员编入到396旅一营扮演红军，为待毕业的学员上一堂实战演习课，这是非常慎重的决定。原因是我们了解到，这是一支在革命战争年代战无不胜的部队，是一支在新的历史时期不断进取、焕发新貌的部队，也是一支最早开始合成营建设的部队。合成营建设是这次陆军转型的一项重大举措，必将使军旅营体制的独特优势能够得到更充分的彰显，有力推动我们陆军向充实、合成、多能、灵活方向发展。我坚决拥护。作为转型后的陆军，在今后的岁月里，我们当然还有可能会夺山头，可即便夺山头，夺的也应该是21世纪的山头，是带有信息化攻防的山头，是现代战场特色鲜明的山头。而且不管这个山头怎么夺，也应当是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是胜负难分的比拼，是势均力敌的对抗。可今天展现给我们的是什么呢？郭子健，赶紧给我下来！别，陈院长，让他把话说完。郭参谋，到，继续说，把话说透了。谢谢首长。我没有更多想说的了，我只是想告诉大家，我们的学员在军校经受了多年先进理论的感染和熏陶，难道你们就忍心让这些年轻的像白纸一样的未来军官，就带着今天这样的演习经验走向未来战场，与敌人去搏杀、去拼命，去完成祖国和人民的重托吗？未来战场会给这样的经验签下通行证吗？你们作为这次演习的设计和执行的所有剧中人，请扪心自问，作为军人，如果你们还有进取的血性，对未来的担当，还能坦然地面对如此糊弄人以及不负责任的行为吗？郭子健，我要提醒你啊，你今天可是来做检讨的，你就这么做检讨的吗？最后，我要在这里向一个人真诚地道歉，这个人就是这次演习的导调员梁鸿参谋。因为我的计划之所以能够完成并且顺利实施，主要的部分是借用了梁参谋导调人员的身份，他才是这场演习最无辜的受害者。梁参谋，对不起，我向你道歉。老同学，
这回啊，我这脸面彻底是栽在你这儿了。你不要自责了。今天被郭子健这么一搅和，反而别有一番风景啊。你也不用替他开脱，也不用照顾我的面子。再怎么说，今天的表现，他确实是出格了。长期以来，咱们部队严格的管理体制、泾渭分明的职级体系，逐渐形成了一种固化的认知。很多不科学的传统，一旦约定俗成之后，很难改变。时间长了，很多同志的思想都会绕着走。郭子健这番话撕开了这个伪装，他的话不顺耳，而且句句戳心。说实在，郭子健身上真有你的影子，跟我说说他。这小子当过特种兵，干过侦察连连长，还在国际侦察兵比武中拿过金牌。读研究生的时候呢，因为他专攻陆军新制作战力量编程，我们学院是花了9牛2虎之力才把他拿下的。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想通了。396旅准备的那些演习，在他眼里就是小儿科啊。这小子真本事嘛，肯定是有，但是你也知道，有本事的人毛病，在他身上也是特别的集中。不仅说话做事太过于自我，而且特别爱钻牛角尖。尤其他这个狗脾气，一直以来让我们学院特别的头疼。那你们这次打算怎么处置他？你放心，我们学院党委肯定会严肃处理的，绝不会姑息，一定会给你们剧团军一个满意的答复。这么急啊？有这个必要吗？当然有这个必要了。事情本身也已经很清楚了，而且郭子健本人对这件事情也一直是没有异议的。所以老梁，处理意见最好是特事特办。特事特办。对啊，是应该特事特办。好好的一个检讨会谦虚一点，差不多就可以过关了。你倒好，变成了自己的演讲大会了，简直是自毁前程。你不知道吧？你前脚刚刚表演一番，后脚那个刘科长就把这件事儿直接捅到上级机关和院党委那儿了。处理意见是不是到了？到了。郭子健，你可能都不知道，鉴于你的综合素质，本来是要把一个副团职的岗位让你去代理的，原本等演习结束之后就要宣布的。这下可好，直接是胎死腹中。另外，对你还有2项处分决定，你听着。第一，撤销院里对你所有的重点培养规划，原本让你去空中突击旅和第4特战旅的任职和课题计划全部停止。第二，调离学院，另有任用。那是不是回老部队啊？你想得美呢！那是去哪儿？您就直说吧。去396旅1营代理营长。他们什么意思？把郭子健调到1营来当营长，那不是给咱396旅安一个定时炸弹吗？不到2天时间，这件事居然以这种方式解决，一定有其自身更深层次的理由。你处分他可以啊，你别恶心咱们呐！哎呀，这是集团军和步兵学院2家单位的共同决议，必须执行啊！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第一，服从命令；第二，抓好落实；第三才是
理顺思路，稳定情绪。政委，我告诉你，他这个臭德行，咱们都见识过了。你说这样的人来，能没情绪吗？哎，老苏，作为代旅长，有情绪也得给我忍着啊！哎呀，我的娘！这是部队，不是外面的自由市场。再说了，这件事情一旦公布，第8集团军上上下下的官兵可都看着咱们呢。如果我们这些旅领导连这点度量都没有，今后还怎么领兵啊？那396旅在第8集团军还有什么威信？你甭跟我讲大道理，政委，我懂。就算我没情绪，参加演习的官兵呢，我就把话说在这儿。这小子来了，肯定是经常一屁股屎啊，咱们成天得给他擦。老苏，哎，我怎么听着你是对自己管理下属的水平没信心呢？啊，这话不像是从你索建安嘴里冒出来的。我还是那句话，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公正客观地了解使用干部。哎，调令都下来了。服从命令了。不是老康，咱俩通个气儿啊，达成默契。这小子一身毛病啊，我想给他掰过来，咱俩好好盘盘他。只要你把情绪搂住了，我全力支持你工作。行，判他。喂，喂，哥，听外婆说你倒是当营长了，恭喜你啊！老太太这嘴也是够快的。你当营长可是咱家的大事儿，当然要广而告之啦。行了，想说什么？我听说到基层很辛苦的，我关心你嘛。来，给我。你说你别胡说。我当兵的还怕吃苦啊？子健，我和你外公知道你当了营长之后，非常高兴啊！啊，只有到基层去锻炼，才能成为一个好兵。你看看，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不愿意听你说话，完了吧？哎呦！真是做梦也不敢这么做呀！接替我一营营长的竟然是郭子健。你小子这背后一刀也挺狠的，直接告到人家校党委去了。哼，我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不是很能吗？这回我倒是要好好让他瞧瞧，啊，咱们396旅到底是睡猫还是猛虎？这郭子健最大的毛病就是爱显摆，看着吧，等到了396旅，他也闲不住。我最知道该怎么对付这种人了，就得给他个下马威，让他好老实老实。哟，有主意了，很快你就知道了。同志们，此前郭子健同志啊，作为教务参谋，代表步兵学院执行与我们联合训练演习，大家早已经不再陌生了。但是从今以后啊，他的角色就完全不一样了。如果说他之前是客，那么从今天开始啊，他就是我们396旅的一份子，而且是我们红一营的主要领导。杂强同志，到！你作为老大哥、老政工，希望你们啊能够密切合作啊，带领一营迈上新的台阶。是。郭营长，我代表一营所有的官兵，对你表示热烈的欢迎。更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可以荣辱与共。
啊，这个按说啊，一个营级干部的就职，是机关安排个交接就可以了。因为陈院长来了啊，这规格就不一样了。院长，你给大家做个指示吧。指示不敢当啊，负荆请罪还差不多。同志们，郭子坚同志到一营任职，是我们学院和第8集团军的领导共同决策的。我没有权利妄加评议。我今天之所以来参加这个交接会，是受院党委的委托，专门来给我们396旅的同志们致歉的。院长，您客气了，请坐。是。坐。郭子健同志代理红一营营长，这个“代”字本身是很有意思的。一则呢，是他缺乏营一级主观领导的经验，需要锤炼；二则是要为他此前的一些言行来买单，要负责任；第三，我希望他本人呢，能够在这个岗位上做出成绩，不要辜负学院领导和集团军首长对他的期望。第四，是骡子是马，是真金还是砖头，还必须到我们一线部队来验证验证，不是有本事光凭嘴皮子功夫就可以的。至于以后能不能拿掉这个袋子，甚至能不能被我们一营和396旅接受，这一切的一切，都要看他自己的表现和能力了。郭子健，到，你也表个态吧。首长，我就不表态了。各位领导，今后我会用行动说话，大家看我的表现吧。好，交接会就到这儿吧。报告，坐下说。是。刚才郭参谋说，哦不对，现在已经是郭营长了。你说会用实际行动来为以后表态，对吧？没错。那就好。我向各位首长汇报一下，由于前2天的演习，我们暴露了大量的问题，再加上郭营长的提醒，身为作训科科长，我这2天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反省。报经旅首长和集团军作训处的同意，我们决定把参加演习所有的1营和2营官兵留在教导队，再进行一次实战化复盘演练。是啊，首长，我们确实是这么安排的。但是，鉴于现在1营营长位置的空缺，我们本来打算从3营或者4营协调出一位营长，来率领1营组织对抗。但现在，郭营长从天而降，这正好就帮我们解决了难题啊！刘科长，你什么意思？你是想现在就让郭子健，马上带领1营参加演练？也不是马上，正常安排呢是明天晚上进入情况，具体怎么组织，正好导调组的梁红梁参谋还没有离开，所以我们请他和新赶来的同志参与导调。当然了，郭营长，如果你选择放弃行使1营营长的权利，那也没关系，我们可以为你安排一个观摩席位。郭营长，这就看你的意思了。左副旅长，什么事你说吧。左副旅长，郭子健同志刚刚来到我们1营，跟所有人都不认识，对于营里的情况完全不了解。这个时候你让他去指挥，我看要不然还是下。左科长，这个任务我接了。郭营长，要不你也再考虑考虑。说实话，我们也备了好几套方案，不一定非得是你，不必逞强。不必。前几天的行动，我对1营已经有所了解了。那当然最好。具体的演练计划，那随后就听导调组安排吧。那好，那就择日不如撞日了。裴院长，正好咱们学员还没走，也不差这2天。这次有郭子健亲自指挥，您和学员们就留下一起观摩吧。是这样的，索副旅长，
学员们呢要回校准备毕业事宜啊。不过我本人呢可以留下来，记录这次对抗演习的整个过程，也想现场见证一下我们院校的同志究竟适合不适合部队的训练时间。郭子健，走。既然应下了战局，那就放开手，好好打，明白吗？是。相信大家都认识我，我就不自我介绍了。因为前几天那场演习，我相信很多人都不喜欢我，甚至很讨厌我。不过没关系，说句心里话，我不需要你们的喜欢。这次来一营，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组织的安排，我必须服从。但我的感受跟你们一样，不情愿。既然组织的安排不能违背，我相信你们也没这个能力能把我郭子健这个营长给撤掉。那么从今天起，希望大家能够暂时放下对我郭子健的个人恩怨，把一营这个造假营的帽子先给我摘下来。报告，说，我们不是造假营，我们是红军营、长胜营。报告完毕。没错，一营的荣誉馆，刚刚教导员带我去看过了，但那些荣誉是一营的先辈们创造的，跟你们有什么关系？一营这2年的比武成绩我看过了，在与2营的对抗中，只有一个结果。失败，失败，还是失败。一营的荣誉是先辈们用血汗拼杀出来的。从今天开始，为了一营的荣誉能够延续，我希望红一营的后人们能够用一次实实在在的战场拼杀，把一营的荣誉夺回来，把2营干翻在地。我觉得营长说的非常的对，从明天晚上开始，我们是要跟2营实打实的干一仗了。怎么可能打得过2营呢？顶多输的不那么惨。就是。怎么？怂了？想认输？我刚刚在荣誉馆一直在找一个字，但是一直没找到。有谁知道是哪个字？杀！对，红一营的先辈们从来没想过，也没用过这个字。难道红一营的后人要把这个字冠冕堂皇地贴在脸上吗？那么，不能，坚决不能。好，要的就是这句话。从今天开始，一营马上进入临战状态。对我郭子健有任何个人恩怨，这是我们一营内部的事情。等打赢了这仗，我郭子健任凭你们处置。是爷们的，动起来吧！梁参谋，大喜了！石振华府办的事定下来了，已经来了个新营长，你想不想知道是谁？龙班长，基地这次把你调到我身边，是让你配合我工作，不是让你给我传八卦的。还有，对抗演习的细节你都捋顺了没有？梁参，你不能每天只知道工作，跟个机器人似的，这样不好。已经完成了。我跟你说，这回396旅新来的那个营长，就是步兵学的那个郭子健，吃惊吧？郭子健他本来就是研究军事指挥方面的人才，他去一营当指挥员，这有什么好吃惊的？不是，前几天不就是他把你给绑了吗？他已经跟我道过歉了，这就完啦？那不然呢？行吧。
我真是先吃萝卜淡操心。不过啊，这个郭子健到了一营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哎，梁子，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你怎么对他那么关心啊？我看过他的硕士论文，学术研究方面确实很出色，理念也很先进，武力值应该算是特战队员的级别吧。梁子，我不是问你这个，梁子，就是性格啊、长相啊，帅不帅？性格骄傲自大，不按常理出牌，但是口才还不错。长相，你觉得什么叫帅啊？喂，司令员好，我是梁红。集团军作训处的许处长都已经安排好了，具体的实施计划已经完备，今天晚上就会把任务部署下去。明白，请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梁子，为什么一个小对抗能让马司令员这么重视啊？就是这个小对抗，步兵学院的首长会来观摩，集团军的领导会注目，396旅全旅的同志们都会来旁观。你说重要不重要？背对背的对抗，纯自由搏击，不错，有点意思。陈院长，你看呢？挺有针对性的，不错。许处长，看来是出手不凡呐。可不敢，这是梁参谋独立设计的，我可不敢贪功啊。哦，那就是名师出高徒了。这个设计确实挺有新意的，没想到梁参谋年纪轻轻啊，对战法战术的领悟和涉足这么深。哎呀，他要听到你这么夸他，他鼻孔得朝天了。不过这个离他完成自己的论文还差得远呢。不过话说回来了，郭子健如果有梁红一半的修养，也不至于。不说了。那这个课题就这么公布了？你觉得呢，陈院长？课随主便，没有意见。好，公布。是。1、2营此次对抗名为新型联级战斗群山地遭遇战斗，对抗双方各自出动一支100人为基准的联级规模分队，战斗规则与以往演习一样。注意事项：对抗双方必须立足合成营现有装备和现有人员。好，基本规则梁参谋已经介绍过了。明晚8时，双方兵力开始机动，10时整，对抗正式开始。下面，我再把对抗区域明确一下。等一下，怎么，演习还没开始呢，准备投降了？投降？做梦吧你！我们俩好歹同学一场，又是一个部队的战友，你不请我吃个饭？欢迎欢迎！我们是朋友吗？不是啊，我们是敌人吗？是的。不至于吧？那么多年前的一件小事儿，到现在还记仇，你心眼儿太小了。我心眼儿就这么小。第一天认识我，我就纳了闷了，你在这儿有朋友吗？为什么非要到396旅？怎么着？想把我们这儿的水搅浑？你是怕我抢你风头？抢风头这种事情，那是你郭子健与生俱来的天赋，我甘拜下风。不过这次演习对抗，你必败无疑。是吗？那就走着瞧。郭子健，不要以为以前你可以靠阴谋诡计取胜，以后一直也可以。396旅不是你肆意妄为的地方。像你这种人啊，
也就只配跟一营这种训练水平的队伍待在一起。我不管一营些什么样，打从今天起，我带的一营就是396旅不可替代的王牌。郭营长，你的这种打法我真是头一次见。一盘散沙，这仗没法打呀！孙振国，到。你试试。郭营长，我们知道您在院校搞研究，这心里这弯弯绕一准很多。可你这些花花肠子能不能拿着以后再来玩？这明天马上就要开战了，你现在要打破一营传统的打法，这不是胡闹吗？这，营长，李松伟同志呢，是我们一营最能耐的连长，要不然就让他给我们指挥指挥。教导员，这我是想指挥来着，可你看这郭营长把我这一连拆得七零八落，这仗让我怎么打？让你怎么打，你就怎么打。是。郭子健一上任啊，一营就是怨声载道，很多战士在背地里给他使绊子，虽然都是些小打小闹的恶作剧啊，但足以证明一营没人服他。他把人当猴耍，怎么可能有人服他？我倒要看看他怎么把一营带成王牌。哼，瞧着吧，后边还有好多笑话呢。营长，你和这个郭子健到底是有什么仇啊？这小子满脑子阴谋诡计。当初我跟他在一个研修班，结业的时候举办对抗比武，他跟我玩阴的，直接策反了我的一个参谋，让我失去了拿到全优学员的机会。进机关的事儿擦肩而过。如果不是索副旅长把我调到396旅来，我真的不知道我江胜强现在在哪儿。他把这个全优学员的名额给抢了。最可恨的就是这一点，在入学之前，他刚刚调整了职务，他根本就不需要这个全优学员奖。这是损人不利己啊！这郭子健人品不怎么样。必须给他点教训。所以这次对抗，我们一定要赢，一定要让他一败涂地。营长，你这么做真的能行吗？我知道我不精通战法，但我也明白集中用兵的道理。像你这样东挑西拣的用兵，明显兵家之大忌啊！说起兵家，从古至今有哪个军事家说过一种战法是可以永久不变的？我能明白你说的这些，但确实是时间太短了。教导员，正是因为时间太短，我没有办法跟大家磨合，所以只能让他们服从命令。这次对抗，一营的主力一定是李松伟，应该还会配置一些辅助火力。徐德利，你和李松伟是老对手了，但在实力上，你一直压他一头，这回没问题吧？没问题，拿下李松伟，小菜一碟。不能轻敌。周参谋说的对，咱们不能掉以轻心，在战术上一定要盯紧，不能给他们喘息的机会，保证完成任务。走。好，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火力配置。在群峰山区布置一个火力点，
报告，二位师长，百人对抗马上就要开始了。你说这场遭遇战，会不会打成拼刺刀式的硬杠啊？我看完全有可能。某些军事大国不是一直在推进亚洛基式的战法吗？这样就看谁的兵力和火力占优了。如果仗打成这样的话，确实没什么看头了。起来！都坐吧。坐下。来，陈院长，你来，你是客人。好，省长请。哎，我说啊，今天虽然是一场小规模的对抗，但是会更见功夫。步兵遭遇战，双方各100人，我估计2个攻防就差不多了。有道理，但是也不尽然，关键要看用兵的人怎么设计这一仗，是吧，陈院长？我能说什么呢？现在这个郭子健呢，已经不是我的人了。报告，我无人机在敌方阵地发现，其部分重装备已进入伏击圈。他们用的果然是李松伟连队，不过他们很谨慎，也很小心。单是无人机还不行，地面侦察人员有什么发现？地面侦察人员结果暂未传回。那就等结果出来以后再行动。有没有发现对方的侦察人员？目前还没有。追警戒。是。李连长，营长到底唱的是哪出戏？都这个点了，部队还没完成集结，我们好不容易才刚进入作战区域，又立马把我们撤出阵地，全力赶往老风口，由突击改为防守。谁说不是呢？我这也烦着呢。明明说让我挑大梁当主力，结果配了才40个人。你这儿不到40个人吧？这不刚接到命令，又拉走了一半。你说这仗我怎么打？那你为什么没去？郭营长说了，这个地儿是这次对抗的胜负关键，让我坚守。营长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我看就是毒药。这个学生官什么都不懂，瞎指挥。让咱轻易点打仗的自由容易。他们都在等待最合适的战机，注意跟各岛条组之间的连接还有联通。是。报告，地面侦察人员已侦察完毕，与无人机报案时侦察结果相同。好，命令炮兵开火，摧毁敌方重装备主力，给徐大力扫清障碍，消灭李松伟。是。班长，今又叫名不虚传，哼，少拍马屁。你们几个交号了，给我老实点。怎么着？想坏规矩？我的，干活。走。来，赵队。开打！大家抓紧！看来双方接上火了。
这可不像是双方接火，这一看就是二营自家的火力发泄了。估计打击效果很快就上传了。江胜强，我了解，他不会做亏本的买卖。我就知道是什么毒药，什么战术素养，明明就是拿我的一连当炮灰。报告，首长，打击效果已经出来了，打击有效，一营战损15%。有分队准备行动。是。打击有效，李松伟一连主力被我方重创，让徐大力加快速度突击，消灭李松伟余部。是。连长，这没几个人，该不会是落荒而逃吧？突击员，到，打开通讯装置。报营长，许连长电话。我是江胜强。报告营长，我已突击至一营阵地，但除了刚干掉的步战车及其部分兵力之外，阵地上再无他人啊！什么？又来了！嘿，没想到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啊！散开啊！一兵，一兵！突击员！报告营长，我连得到火力打击。是个陷阱。营长，一营阵地效力到底，我们的装备无法撤出。从地形看，只有北侧一处平坦地段。徐大力，马上向阵地北侧撤出。报告营长，在我东西两个方向分别发现一营的突击炮车和轮式装甲车辆活动。什么意思？吴子谦想包我饺子？就他那点人，他也太自大了。通讯员到。报告营长，转移途中遭遇多处工兵引爆装置，战损严重啊！战斗！到！命令预备队立即向徐大力处汇合，那里将是对方重点攻击区域。是。照这样打下去，胜负很快就会分出来了。两个连级规模的对抗，这么点人，火力一接触，不禁打呀。咦呀，这么大了！打的是不是越来越看不清楚了？嗯，有时候越看不清楚啊，没准到后面越有看头。是啊。哎，我们怎么没有接到出击的命令啊？是不是通讯断了？报告连长，通讯畅通，但没有指令。侦察班就位了吗？好了，已就位，正在定位目标。现在什么情况？对方正在集群火力打击，到处都是他们的装备和部队，怎么看也不像个连级规模的火力啊！好你个郭子谦，你敢违规？怎么办？一营的装备和战斗力是什么水平都在那儿摆着，他郭子谦就算违规想赢也没那么容易。命令徐大力寻找机会突围。是。4连4连，寻找机会突围，寻找机会突围。找到了，目标2营指挥所。吴三，发送坐标。明白。五角炮火打击。班长，咱不会要赢了吧？好，炮火准备。是。报告营长，我突击炮阵地遭敌侦察兵破袭，3门火炮均被其突击小队摧毁，无法完成火力压制。让工兵排
派一个爆破组，还有一个火力组，马上向吴东社小组汇合。是。李松伟那还有部分兵力，要不要先用上？江胜强一旦发现我的作战意图，会立刻做出相应的调整。一共就80号人战斗群，阵型会很快完成变化。李松伟必须要在最关键的时候才能用。不对呀，班长，没有反应啊，不会没发出去吧？不应该呀，班长。伙子，你们想办法吸引目标，延缓进入2营指挥所。是。好，我明白。营长，启训，我侦察分队掩护突击火力，干掉了对方的重火力。干得好！进。包营长，后方有敌侦察人员活动。不是布哨了吗？为什么没有消息？可能被没收了。让他们对指挥所进行定位，立即派人消灭他们。是。杨森吧，到。执行第2套方案。是。报告，进来。郭营长，396的人，经导调组通知，李营指挥所已被全部摧毁，指挥所一切功能停用，请你们马上到指挥中心集合。陈营长，接导调组通知，你营指挥所已被摧毁，指挥所一切功能停用，请您马上到指挥中心报到。吴班长，厉害呀，都摸到我指挥所来了。营长，对不住了。哼，我告诉你，你们赢得不算数。什么情况啊？我这刚到地儿啊，我们就赢了？报告，长，师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谁输谁赢？现在还不是论输赢的时候，瞧瞧吧，这仗打的多热闹啊！各位师长，我也想问一下，没有指挥，这还不打成一锅粥了？现在就是要看看，营指挥所脑死亡之后，部队到底会打成什么样。连长，营指挥所断开联系，估计是电磁干扰，等一会儿再连。是。大排长，无论我这里发生什么事儿，你一个兵都不准动，不见兔子不撒鹰。所有人注意，跟上我的节奏，向西南方向突围，走。所有人注意，准备。